大家好，我是邱平。刚刚我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发现有个标识牌写了一个遗迹，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于是走进来一看，真的是出乎意料，惊讶到我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史前文明遗址，就大概是4000年前到6000年前，这里有人居住。据说呢，这里还保留了一些他们居住留下来的痕迹。现在呢，我们就进去看一看史前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地方是叫做南子偶遗址，大概6000年前到4000年前，庆阳上古先民在此聚众成落。我们说的史前文明，他们呢在这里聚集、建城、建村、建房，同时呢修建起宏伟的宫殿建筑。这里有个雕塑，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经常影视剧中看的史前人类一样的？也有点像野人。当时他们用木头，然后用石头做武器。那这个上面呢有个火盆，要照明嘛，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灯。这上面这些有点像象形文字一样的。这里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地方，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它离庆阳市区很近，大概就是3公里到4公里。南左遗址它总的面积大概是20万平方米。以前呢是叫做南左疙瘩渠，是田园地形，沿中心高台分布着9个用途不明的大型夯土墩台，我们常说的疙瘩而得名。据当地人一直代代相传的传说，是周朝兴起之后，后周王回庆阳祭祖时专修的行宫，但从暴露的文化层信息分析来看，未见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或痕迹。在遗址上遗留的陶器碎片等遗物反映还是仰韶文化晚期建造的可能性较大。遗址呢暴露有墓葬、白灰面黄纸和灰坑等遗迹。房屋呢是多为半地穴式、平面圆角长方形或者铝字形，基本上每个房屋呢大概面积是16平方米左右。等一下我们全部能看得到啊，因为那个时期建房跟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地方估计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外地人就更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可能就是封建时期的文化占多数，以及最多了解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你像商周以及再早期一点的，基本上就没有人了解了。你看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啊。同时呢，等一下我们还能看到一些4000年前到6000年前那些史前人类居住的环境是如何的。说到史前文明，我们就得说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这些雕塑展示的就是狩猎的场景。狩猎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技能，也是早期南左先民们满足生活的需要、获取肉食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个遗址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骸骨，有那个野猪、兔、狼等等。同时呢，还发现了一些狩猎工具，就是我们说的标枪、弓箭、棍棒等等。在这个遗址里面，还发现了很多墓葬，里面呢有一些动物是作为陪葬品的，就是出现了狗。那从这里也证明了，这个仰韶文化时期、史前人类时期，狗呢已经成为人类的重要生活伙伴。大家看到没有？这里是不是黄泥土？在这个里面呢，是仰韶晚期白灰地面房屋遗址啊。早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开始用白灰来涂抹居住的墙壁和地面，使其变得光滑和坚硬，以达到实用和美观的效果。当时居所多呈现的是地穴式建筑，就跟我们经常看的地下窑洞一样的。因为那个时期天灾比较多，房屋呢结构肯定是没有我们现在坚固嘛，所以呢它很多房屋可能就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上面嘛，大概是这样的。来到黄土高原，到处能看到窑洞。这里的窑洞比较特殊，我们经常说窑洞是直接在黄泥土里面开采的，但是这个黄泥土不是原始的，就是大概在4000年前到6000年前，当时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是属于那个祭祀或者他们生活的地方。那这些泥土呢，全是当时弄成的，经过加工的。
那这些应该展示的是当时先民们进行劳作啊。这一组雕像应该是展示的一家人在这里聚会吧，或者是在这里干农活累到了，在这里休息。你看，一位女子给男的倒茶水还是倒什么？那边是母亲倒给小孩吧。因为那个时期的人们生活方式跟现在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还是挺大的，估计在那个时候居住的人还有很多啊。因为这里整个遗址是20万平方米。这里展示的是当时仰韶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在烧制陶器啊。你看，这个就是应该是一个窑吧。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物质结构的创造性活动，它的出现呢，使人类文明进步的速度大大提前了一步。这些都是那个时期一些留存的痕迹，都是夯土结构啊，不是大自然自然形成的，就是在4000年到6000年人类加工的夯土结构。看看前面的黄土高原，好多窑洞啊，就是以前人们生活在黄土高原上面，全是在窑洞里面聚集的。反正你如果来到黄土高原，这些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去这个下面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哦，这是一个庙一样的。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石雕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保留下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应该这里是专门一个手艺人吧。这里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以前呢都在这里生活啊。你看，这些都是属于黄泥土吧，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就不一样，明显的有层次感，而且呢是带点黑色。这些呢属于碳化物，在里面呢有那个稻壳和稻粒。根据周朝大堤湾的仰韶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那在对比呢，这里呢是古人用来储存粮食的谷仓，这里呢也就佐证了在几千年前人类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农业种植和粮食加工技术。那这个地方采集的样本经过考证，大概离我们现在有4750年，历史比较悠久吧。同时在这个地方还发掘了大量的仿轮、古针等等，就是证明在那个时期仰韶时期的人们呢，就已经会使用针线活，会纺织一些东西。从近几年来不断更新的考古资料证实，在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时期，陕甘黄土高原的先民啊，就能够熟练的修建窑洞用来居住。这些窑洞啊，就是参考以前的。当然，那个时期的窑洞跟现在的窑洞不可同日而语啊，但是恰恰也能够证明，当时人类呢已经越来越能够熟练的使用各种工具啊，能够改变自己建造的方式。那么这些窑洞呢，我们也可以称作是4000年前到6000年前那个时期人类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大家应该能够很好理解了，就是一种贸易的方式，以物换物。现在有时候还能看得见，就比方说我如果有一个东西多，对方呢也有一个东西多，但是他多的东西刚好是双方没有的，这样就可以交换了。后面也是一个窑洞，也是能够看得出来很多痕迹的，也有一些碳化物，也就是说这一块呢很有可能是以前的粮仓，因为整个里面的那个黄土啊都是碳化物形式的。我猜想在几千年前，当时的史前人类啊，不知道会不会在这里荡秋千。我猜想也有可能啊，因为在那个时期他们已经发明了很多工具。那么这个秋千也有可能，因为当时他们的娱乐措施很少嘛。那么这些是不是当时他们居住生活的地方？这窑洞肯定是现在了，但是估计那个时期也是会有的。在这个院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这些石像生，一开始我以为是干嘛的，
它原来是陇东户庄寿，原型是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护法师，造型不一，是因为陇东自古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交界线上面，是长安文化圈的北大门。魏晋南北朝以及五胡16国的时候，这里应该说是有很多民族呢混居，所以呢，在传播过程中加入很多民族图腾文化的标志，功能有镇山、镇村、镇庄、镇院、祛病等用途。时代从南北朝到近代都有。这些石雕一开始我以为是谁在这里雕刻的，没想到也有一段历史。这个有近代的，也有上千年的，很多呢看得出来具有年代感。你看这个应该属于青蛙，这个属于猴子，每个不一样，造型各异，原因刚才我们也解释了，挺有意思的。没想到在这个地方不光是能够看到4000年前人类居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还能看到各个时期的这些石雕。4000年前那些人类他们居住的房屋有2种，一种是窑洞的，还有一种是这样的。大家看影视剧中经常也能看到，像那些草、木头，这个在大自然应该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黄泥土。那个时期的简易房屋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很像跟现在的别墅很相像但是那个时期是不一样的。我们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因为这个最近这里可能没人，大门紧闭。这里本身可能现在是用来放置一个东西。它这个地方的居住环境窑洞也好，包括这个房屋也好，大概是16到20个平米，房间不大。你看上面都是用这种茅草弄的。所以说，如果问你史前文明他们居住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个样子，大概4000年到6000年全是用那个木头，还有那种黄泥土，里面放了一些稻草。看看里面，它这里分为2部分，一个是我们刚刚看的长方形，这边是圆形。那这个有点跟蒙古包很相像这里难道是我们经常说的他们在这里打边炉？就是像贵州一些地方还能看到，这里有一个火盆，他们叫火塘，一家人围在这里烤火、聊天、吃饭。那么当时他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呢？然后吃完饭就去里面那个房间休息。我猜想可能也是这样这些地方我们一直都说是史前人类居住的，其实也可以说是野人居住的，因为在那个时期，这里有可能也生活着野人。